什么情况？你辞职了？杨小川，等一下。部长说，让我看一下你箱子里的东西，以防公司的机密文件泄露。全是私人物品，没有任何文件。哎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还不如凭自己的实力呢。希望你在面试的时候，你师哥给你透题那会儿，你也是这么想的。你胡说！亲眼看见。怎么说走就走了呢？真是风水轮流转呐！哎，倩倩，你干嘛去啊？看够了吗？邮件你发的吧？那语气和你平时写的论文一模一样。是我发的，怎么了？我只不过说出来事实吧。杨小晨，你凭什么趾高气昂的？好像一切都是你的错吧？你说你不会跟沈梦在一起，你说你们俩不会复合，可结果呢？你说你不会去美国，你说你没有后台，可结果又是什么？好，我不在乎你跟沈红在不在一起，我也不在乎你有没有后台，我在乎的是我一直把你当我最好的朋友，可你一直都在骗我，凭什么？凭什么？就凭融资方案的第一名是我，不是你，而你只能是第2名。还有，我和沈侯是分是合也都跟你没关系，和他谈恋爱的人是我，也不是你。杨小晨。凭什么？就凭融资方案的第一名是我，不是你，而你只能是第2名。你还好吧？这是我爸从美国带来的礼物，送你的。这是什么呀？打开看看，这很贵吧？喜欢吗？你送我啊？谢谢啊。不客气，我真的太喜欢 MJ 的企业文化和工作氛围了。
只有像这样优秀的公司，才能给我更大、更客观的平台去证明自己的事。你知道我为了 MJ 努力了很久，那我们就各凭本事，一起加油。必须的，一起加油，加油，来，耶！喂，沈河，你现在说话方便吗？方便啊，我正准备去接你呢。怎么了？我被公司开除了。什么？不可能！我妈说已经，他们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我再想想办法，肯定有回转的余地的。沈河，你听我说，事情已经这样了，所以不管你爸妈之前是怎么运作这件事的，现在既然连公司已经知道了，就说明事情已经闹大了，而且学校也会尽快处理这件事情的。处理的结果只会更严重。喂，在听吗？我没事了啊。小小，要不是因为我，事情也不会这样。对不起。这事儿其实是冲我来的，要不是我，也不会这样。是我拖累了你。你是不是知道是谁举报的？我不知道。小小，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绝对不会让你受苦的。怎么回事啊？不是说都解决了吗？哎呀，你别着急，一个毕业证有什么大不了的？就算没毕业证也无所谓啊。毕业证还不就是为了找工作吗？找工作是为了赚钱，你也不缺钱啊。咱是不缺钱，但小小他不一样啊。我虽然不是很清楚他家里的情况，但是我知道他很需要钱，所以他需要一个好的工作来赚钱。我害他丢了工作，我就得帮他找到出路啊，不然我凭什么说不让他受苦？这可怎么办？其实吧，以严小晨的能力和成绩，他可以在任何一家好公司都发展的不错。但是他要是没了学位证，就等于失去了去好公司的敲门砖，是这个道理吧？哎，对了，如果有个公司愿意接收他，他一样能有个好的发展。我打个电话。哎，喂，刘叔叔啊。我是沈豪。沈豪啊，好久不见啊！刘总好。你人在上海，也不来咱们自己家公司看看啊？这不，分公司有您，我怕去了给您添乱。听说你要毕业了，不准备，打算来咱们公司，准备另谋高就？啊，是，但是我有个同学特别想来咱们公司。你同学？哎，正好公司招人，跟你同学说，简历就甭投了，带着学位证、毕业证过来面试，面试通过，马上上班。啊，那如果没有证呢？啊，是这么个情况啊。刘叔啊，我希望你能帮我这个忙。沈豪啊，不是刘叔叔不帮你这个忙。你也知道，你爸妈对公司的管理很严格，所有招聘的人必须走正常流程，就算是你的同学，也不能搞特殊。刘叔，我这个同学呢，各门成绩都特别优秀，而且能力很强。沈豪，我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办事儿。你也知道，这毕竟是你爸妈的公司，刘叔叔我就是个分公司的经理。这样，你把你同学先带来，
刘叔叔看看。好，明白了，谢谢刘叔。客气。侯总，哎，我老刘。啊，没事没事没事，公司一切正常。有这么个事儿，我向你汇报一下啊。沈侯刚刚给我打个电话，说想介绍一个同学来咱们公司。王叔叔，我是裘文军的儿子。哦，你是裘教授的儿子啊？家母说与您是多年的好友。啊，是是是，当年我父亲和你外公在同一所大学任教，所以我和你母亲从小就在一个家属院里长大的。之后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同学啊。后来他考进了医学院，我呢学了经济学，就不怎么往来了。你是学什么专业？现在做什么呀？啊，我是宾夕法尼亚商学院毕业，现在做一家金融公司。啊，哎呀，我总以为秦文军的儿子应该是子承母业，当个医生的，没想到你学了金融，还是一个优秀的人才。金融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我母亲很尊重我。是啊，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那是最满足的事情了。是啊，所以能够帮助别人实现梦想，我相信你也应该很满足吧？是这样的，王叔叔，我这次来找您啊，是有一个不情之请，是关于您的一个学生，他叫严小晨。你认识严小晨？是。他的事情是铁板钉钉了，没有任何的挽回余地。王叔叔，严小晨的成绩你应该很清楚吧？他一直很努力，也很优秀，但人都会犯错的。这次的事情啊，他的确应该受到惩罚。那开除学籍、没有学位的惩罚，会不会太重了？这毕竟关乎着他的一生啊。我不是靠我母亲的关系来找您走后门，而是以一个感同身受朋友的心情，来请求您再给他一次机会。我不是没有给过他机会，给了，是他自己不珍惜。就为了一个不学无术的毛头小子，他居然放弃了这次机会。王叔叔，他还年轻，难免会冲动。更何况，惩罚的本意是让他们不再犯错，而不是直接断送掉他们的前程。像您这样德高望重的教授，应该非常明白，教书育人是诲人而不是毁人啊。2011级国际贸易系学生沈侯，金融系学生严小晨在校违纪替考，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经校委会研究，决定给予沈侯同学开除学籍处分，严小晨同学保留学籍，给予毕业证，但不授予学位证处分。希望广大同学引以为戒。哎，你怎么才回来？我专门开车过来的。我没有时间陪你玩。我衣服呢？你有时间在这找衣服，你不回去找那沈侯。沈侯，他处分下来了。啊，这不是那天那个？不是。怎么回事？我这扔的啊？有这么没戏啊？这扔什么事？沈侯。杨小晨，你竟然帮沈侯作弊，你是不是谈恋爱谈傻了你？你知道现在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吗？学校能给我毕业证书已经是法外开恩了。我听我导师说，鉴于你认错态度良好，王教授用自己在学术界的清誉帮你求的情，学校才给你的毕业证，你还跟没事人似的。就我那认错态度啊，我以为王教授只会更厌恶我。现在不管你认错态度什么样，王教授算是给你留了一条生路。你虽然只有毕业证，但你成绩单全 A 呀。再过个1、2年，等事情平息了，你看看有什么办法呗。
你也不用安慰我了。我现在啊，反而觉得轻松了，终于松了一口气，一切都结束了。自己的错误啊，自己要承担，不然对别人来说不公平。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我先回酒吧帮忙吧，跟老板已经说好了，在那儿有朋友，他有住的地方借给我，所以我打算今天就搬过去。你用得着这么着急吗？我现在在学校也没事儿了，早班晚班都一样。你就不能找沈红帮你想想办法吗？他现在自己那边也挺麻烦的，他还得想好怎么跟他爸妈交代呢。况且这事儿，俺也是因为我而起的。什么叫因你而起啊？不是怎么就因你而起了呢？要没有他，你至于会去替考吗？我不是那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呀？算，这事儿不跟你说了。你帮我收拾一下东西吧。怎么了？不舒服？妈，爸。哟，学渣回来了。妈，妈也都知道了。你们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啊？他们学校的李科长刚才打电话来，对于他请人代考的问题，做出了严肃处理，开除学籍。事已至此，咱们气死了都没有用。我也想了，现在只剩下一条路了，你赶紧收拾收拾，准备出国留学。妈，我说实话吧，我现在连个毕业证都没有了，没有什么大学能收留我呀。你还知道，你这叫咎由自取。国外的名牌大学是不可能的，可是普通大学还是有机会的。妈，你们当初让我学国际贸易，现在让我出国，不就是为了以后让我接手公司吗？与其上一个什么都不如的野鸡大学，那还不如直接一点，让我进公司，从底层做起。你说什么？你要进公司？螳螂捕蝉呢，黄雀呢？这后面的黄雀是什么？什么是黄雀啊？你想想啊，过去让他出国留学，他说他不去；让他进公司，他一口拒绝了，说自己年轻要及时行乐。现在呢，180度，突然要放弃自己的自由，想进公司了，这不是好事吗？这后面一定有条件啊，所以说出来吧，什么条件？你小子，你现在有什么资格谈条件？爸，妈，哎，不是什么条件，就是我有个同学，能力特别好，想跟着我进公司一块儿学习学习。好，我们知道了啊。我跟你爸呢，好好的研究商量一下。啊，还研究商量呢，妈。妈，你什么意思？想让我们2个人现在就做决定吗？啊？那当然不是。我学校还有东西没收拾，我先回去收拾一下。那我先谢谢妈，我等你消息啊。走了，妈，爸，您先聊。
我不明白了，你这是答应他条件了？哎，难道你真不知道他说的那个同学是谁呀？现在这个问题啊，得反过来看。我们当初呢，希望儿子出国留学，主要是镀镀金。现在呢，他既然主动提出来要进公司，太好了，省得我们兜一大圈，浪费几年的时间。我倒是考虑啊，可以让他们2个人一起进公司，将计就计，到底看看这个女孩子安的什么心，到底是什么打算？什么人呢，能够把我儿子迷得这么5迷3道的？还是你有办法？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你说他学习怎么就不随我呢？啊不，我不是说他学习不好就随。我不解释了啊！我去泡茶去了，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哼，看你啊，茶喝多了，进到脑子里去了。赵雨环的车怎么还不来？你等下我给他打个电话。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搬的呀？啊，我正准备回学校来找你呢，魏彤突然给我发了信息。哎，对了，他没跟我说你要去哪儿呢。我要去蓝月。喂，雨辰，你到哪儿了？那你快点，太不靠谱了。这个赵雨环，车出了点问题，马上到。别着急，别着急。笑笑。我知道你在担心自己的工作，其实你不用担心了，我已经想到解决办法了。什么办法呀？啊，我有个朋友，他们家有家公司，正好在招人，我跟他们就推荐了你。我说你成绩有多好，还有你的实习记录，他们对你特别感兴趣。只是，他们想先见一下你，你就当做是面试，但是肯定没问题的。哦，对了，如果你要去他们那儿上班的话，他们那儿还提供住宿，工资的话肯定没问题。虽然不比 MG， 但是前景还是不错的。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没有啊，我怎么会？你知道我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这事儿的。其实不是我朋友的公司，是我们家公司。笑笑，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了，我至少得负点责任吧。而且，只是个面试。我再想想吧，给我点时间。我接个电话。喂，妈。你学校的东西收拾完了吗？我正在收拾呢。别收拾了，先回来吧。我叫了你刘叔一块儿吃饭，我们一块儿商量商量关于你工作上的事儿。妈，我的条件你这么快就答应了？希望我慢点吗？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嘿嘿，谢谢你啊，石子王。还有你那位同学，他要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带过来，让我们见一见啊。哎，好，我马上回来。我爱死你了，妈，挂了。怎么了？我爸妈答应了，这事儿稳了。哎，只是他们想先见见你。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话，可以告诉我。我没准备好。好，我知道了，我明白，你是不想以现在这种姿态去见他们。第一次见我爸妈，第一印象很重要。你放心，我会找个合适的机会跟他们解释一下，然后提前跟他们说一下，严小晨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走吗？等一下，马上走。去吧去吧，你爸妈等着你呢。那我先去了。哦，对了，一会儿雨神来的话，你先上他车，我吃完饭马上回来。好，我先回家了。去吧。走了。嗯。拜拜。喂。哎，小陈，那个，我这车好像出的还不是什么小问题，一时半会儿可能过不去。要不然你先打车行不行？哦，没事没事没事。实在不好意思啊，我先找地儿修车去啊，我先挂了。哦，拜拜。喂。你一会儿有时间吗？我想跟你一起吃顿饭。我今天没时间，我不方便。你要去哪儿？我可以送你。啊？看对面。担心你，所以过来看看。哎呀，真的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哎，我发现你每次见到我都是我最狼狈的时候哎。哪里狼狈了？看起来没什么区别啊。可别安慰我了。其实啊，你不必放在心上。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会做错事儿，做错事儿的确需要自责，但其实你更应该做的，是应该想办法怎么样去弥补。你原来也有做错过什么事儿吗？很多，比如我妹妹，我时常后悔，那个时候没来得及再对她好一点，再好一点。算了，不跟你说这些。你要去哪儿？我要去蓝月放行李去。你吃饭了吗？老李，家乡菜。这家饭馆啊，都是横平菜，非常非常的正宗。每次想家的时候，我就会来吃一顿。我就不客气啦。吃。谢谢，我记得，我记得。味道不错，挺正宗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只有家乡菜才能安抚自己。哼。尝尝这个。鳝鱼非常好吃。哎，吃得好饱。这个笑倒是真心的吧？你真的要回酒吧打工吗？这是我现在唯一的打算。这个不算是打算吧？这个叫走投无路下的无可奈何。沈侯对你们的现况有没有什么建议啊？他家有个公司，那不是挺好的吗？然后呢？他想让我去他们公司面试，但是我怕面试只是走个流程，他其实早就安排好了，所以我就不愿意去。不想依靠他，想自食其力。啊，我有工作经验呀，而且我也有能力。我现在在酒吧，我起码能够缓解我自己的生活压力，而且我也有个落脚点。以后如果再有别的机会的话，我再去。想不想听听我的建议啊？嗯，好。我的建议是，你不要因为自尊心而放弃任何机会，尤其是这么难得的机会。看来你好像并不了解申思的背景啊，沈侯没跟你说过吗？
深思啊，是一家规模很大的集团公司，旗下的业务以服装为主，并涉足多个领域。其实一般人很少听过深思这2个字，但对他们旗下的品牌却是耳熟能详。眼下他们也是新老交替，用人之际。你怎么那么清楚啊？我跟他们啊有业务上的往来，还有我知道你遇到了困难。我本来在考虑要不要邀请你来我的公司，但是最后仔细想了想，沈侯可能会多心，你也不一定乐意，所以我就看看有没有其他方向可以帮到你。你先耐心听我说完啊。沈侯的母亲侯月珍，也就是深思集团的董事长，听说是一个善于观察、行事果断的女强人。如果换做我是她的话，在知道你跟沈侯的这层关系之后，不仅不会对你多加照顾，反而会有更严苛的考量。所以说，沈侯只是为你打开了一扇门，是否可以在深思立足，还是要看你自己的能力。难道你不觉得这是你证明自己的绝佳机会吗？还有更重要的，这是你这位小男朋友为你做的一份莫大的心意，这可能已经是他可以为你做的全部了。如果你要拒绝的话，可能会对他造成一些无形的伤害。谢谢啊。不用谢谢我啊，你就当我对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在弥补我这些年对我妹妹的亏欠。那我能请教你一个问题吗？说吧。如果你发现你被你最信赖的人背叛了，你会怎么做啊？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不重要，你也不认识。那我认为这件事情不是你该怎么办，而是你想怎么办。但至少这个人我是不会再联系了。喂，喂，小小，我这边结束了，你在哪儿呢？赵玉华说他没和你一块儿啊。哦，我在和陈志远吃饭呢。那我把地址发给你。好，我马上就来，你等我啊。嗯，好，拜拜。沈侯啊，他一会儿来接我。要不要陪你一起啊？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我在这儿等他就好了。谢谢你今天的晚餐。不客气。谢谢啊。我来吧。程志远呢？走了呀。跑那么快？啊。哎，那个，你把他电话号告诉我呗。你要干嘛？你一个人在那儿，他就接你吃饭，我得好好谢谢他。那 OK， 嘿嘿，走吧，我来拿。你把窝窝给我。走喽。谢谢你最后一次对我女朋友的照顾。你们家还好吗？挺好的。沈浩，我要跟你道歉。道什么歉啊？为我廉价的自尊心，向你道歉。那这么说，你答应去我们家公司面试了？哎，你不知道我刚才跟我妈吃饭有多难受，我就怕你不答应。对不起。那这样的话，以后是不是我说什么你就得听什么？好，你说什么我听什么。那是不是我说什么你就得去做什么？好。跟我来，我带你去个地方。
呛。哎，别进去，我看看。我先打个电话啊。哎喂，六叔，这就是你说的住的地方。可是这是仓库啊。好吧，那我自己想想办法。行，谢谢刘叔。要不还是算了吧，咱走吧。挺好的呀，你看这儿有电视，有电风扇，还有冰箱，还有洗衣机。哦，这原来是保安宿舍，后来保安宿舍取消了，就变成仓库了。这儿唯一的好处就是离公司只有3站地，近。对啊，这地理位置又那么好，面积那么大，你看那还有个开放式的厨房，要什么有什么。这种条件在上海起码1个月3000。3000啊？就是设施老旧的些，而且卫生条件有点差，还没有空调，没有空调得扣500。不如我收拾收拾，就当是给公司做一次保洁，这得扣100。这1个月2400的房子免费让我住，我捡大便宜了。我的天哪，你至于吗？算这么清楚啊？挺好的。来吧，干活。定了？定了。就这么定了？啊！我的天哪！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了。呀，这搬上去。我的小窝窝。哎，来。哎，我问你个问题啊。你问。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你们家有这么大一个公司啊？哎，我采访你一下，你现在是不是突然有一种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感觉？你无聊。哎，不开玩笑。你是不是怕我知道之后，因为咱们两家家境悬殊太大而产生退缩呀？退缩？你想退哪儿去？退哪儿去我都给你逮回来。哎，说实话，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自己平时就不喜欢这些。我是我，我妈是我妈，公司是公司，我从小就分得清这些。只是在别人眼里，我沈红永远都是暴发户的儿子。不管我做什么事情，永远摘不了这个标签。所以我干脆就离这些事情越远越好，免得到时候人家说我沈红取得什么成绩，就是因为我有个好妈。那你这次为了我，是不是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啊？为了你呢，我什么都愿意做。哦，对了，我们快成同事了。啊，但是你先听我说完。我这次呢，是从底层做起。不是都决定回去了吗？为什么要从底层做起啊？你忘了你说过那句话了？不平等的关系是永远不可能长久的。但是我想跟你长长久久。从现在开始你可别把我当成什么沈家大少爷。你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跟你一块过。好。说了那么久，是不是有点饿了？我们吃小龙虾吧。干嘛你要叫外卖呀？贵死了。叫个外卖，小龙虾蒜泥的，13香的。我给你做，好吃的。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哎，我想吃小龙虾。
魏彤，倩倩，我先走了。我也走了。一路顺风啊！我这一回老家，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了。再见。再见。哎呦，你有啥舍不得的？没准下学期开学你还住这儿。希望吧。新辉，你想回老家吗？不想。我给你发个名片，是我爸的公司。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就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会帮你安排的。真的吗，倩倩？倩倩，你真好，真好。不用谢，这是你应得的。朋友之间就要以诚相待嘛。没有，我就瞎说，你也当什么都没有听到，好吧？倩倩，这件事情该不会是我，学校和公司都是我举报的。我那天晚上就是喝多了，我想劝你不要为了沈侯的事情郁闷啊。如果我知道是这样的情况，你就不告诉我了是吗？你不用给自己找安慰，你做是对的。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工作机会，是你自己争取的，也是你应得的。可是严小成他，倩倩，你是在跟我开玩笑的对吗？你不是会做这种事情的人啊！况且你跟严小成关系一直都那么好，这个工作你要不要？你好。您好，请问您找谁？啊，我找刘总。啊，您有预约吗？预约好了。好的，这边请。哎，你们家公司这么大呀？整个15层都是我们家公司的。来，这位先生找您。刘叔，好久不见。哎呀，哇，没在忙吧？好久不见，小伙子又变帅了。刘叔，您瘦了，还如此有魅力。我本来给你准备了礼物，忘拿了。小嘴还那么甜啊！你的同学严小晨，对，欢迎，来这边请。坐。我看过你的简历。刘叔，那你们直接面试要不要出？不用。
你的同学我还不放心啊。你说他很优秀，又在 MG 实习过，面什么试啊？谢谢刘叔。那刘叔啊，那个他去哪个部门呢？哦，对了，他英文特别好。英文对了，刘叔啊，他那个不太适合干体力活，去朱迪那儿。谢谢刘叔。谢谢刘总。放心吧，你的同学我肯定人尽其才。嗯，那臭小子。小杨，现在带你去见朱迪。走，走。真的不用再面试了吗？以你的能力，肯定能通过面试，也就别浪费时间了。啊，对了，我跟你说一下，你一会儿要见那个朱迪啊，他是我妈高薪聘请过来的副总经理，会很多国家语言，而且是国际贸易部的主要负责人，你跟他能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你别小看我们刘叔啊，和官方部门打交道的时候啊，他一出面立马就解决了。哦，对了，他们俩之前闹过矛盾。朱迪刚来的时候，对刘叔很不服，但是呢，时间久了，同在一屋檐下，所以也就没事儿，你懂的。你都没来过这儿，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我天天在家听我妈念叨呀。哎，到了，加油啊！朱迪，小王，哎，这次工商资料给我看一下。在我那边。还有工厂那边问一下有什么消息。好，现在去联系。哟，刘总来了。刘总，介绍一下，小严，这位是国际贸易部朱迪朱总。朱总好。严小晨，大学刚毕业，孩子外语很好，你看他能做点什么呢？我怎么不记得我面试过这个姑娘？喂，朋友圈。我还以为是我太忙给忘了。帮忙接个电话。喂，你好。Hola, señorita Yu. Hemos recibido los nuevos productos de primavera, pero tienes que enviarlos de nuevo. Perdón, Judy está ocupada en este momento. Por favor, deja su teléfono. Le pido que ponga en contacto con usted más tarde. 刘总，哎，周总，这边有个文件，是对方刚传过来的，那我就去。好。朱总，小肖，哎，带他去那边烘焙。哦，好，跟我来吧。谢谢朱总，谢谢刘总。刘总，就算是您的朋友，也要3个月试用期哦。那当然。也是新来的？新来的销售，你要多体恤体恤。朱总好，以后请多关照。嗯。适培。忙。Hi. Yes. We can send you the goods by mail tomorrow. 这里呢是销售部。哎，好，忙你们的。哎，好的。你呢，就坐这儿。满意吗？谢谢刘总。哎，有事儿找刘总。哎，走了。哎，对了 ，Hello， 大家好啊。那个，我叫沈豪，你们可以叫我小沈。Hello。小肖，哎，帮你收拾一下。哦，好。这个你好好看看。刘总说你外语不错，
但干我们这行，只会日常外语可不行，名词背熟，好跟客户交流。哦，好。咱们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Zoe， 你不知道啊？哦，这是公司的品牌吗？什么都不知道还来上班。599，真假的？他们店全场3折。全场3折。不，是，全场3折。新的开始，新的生活，加油呀！有什么事让程总这么开心吗？算是吧。看来程总是那种会因为别人的开心事而开心的高尚人格啊。你可以说到哪儿了 ？MJ， 合同的细节都已经敲定完毕。什么时候签？马上。约好了吗？约了。几点？我又不是你的秘书，去问你的秘书去。不是你约的合同的签约时间吗？问你的秘书喽。继续看你的朋友圈吧。干嘛？哎呀，你要干嘛？哎，我就是想亲亲你，抱抱你。你说咱们俩现在这样，像不像是办公室地下恋情啊？如果说在下次开会的时候，我们在会议桌下牵个小手，岂不是很刺激？你要以后动静这么大，被所有人都知道了，我看你怎么偷偷的牵小手。不会的，来。啊，对了，上午怎么样？那个朱棣有没有为难你啊？人家是领导，我不过就是个初来乍到的小虾米，他为难我干什么？只是我早上把公司简介全看完了，原来Zoe是你们家的牌子呀。朱棣让你了解我们公司信息啊，这事儿你得问我呀，我告诉你就行。我们公司呢，服装主要分为2大类，童装和女装。哎，女装呢，主要走的是高端轻奢的路线，童装主要覆盖的年龄层次是0到16岁，准确的说是婴儿装、童装和青少年装。我们的海外市场遍布了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还有欧洲的几个小国家。我还告诉你啊，我们公司呢，全国有12家工厂，5家大型贸易公司，光专卖店就有300家。06年上的市，这也算是中国元素服装品牌的领头羊。这么厉害？嗯。所以你对你们家公司挺了解的。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妈天天在家说。所以上次你让我陪你去买衣服，就是为了让我去你们家店里，是吗？你才知道，我以为你挺聪明的。哎，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你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身为你男朋友的我呢，是不是全世界最帅、最有魅力的男人？你还不赶紧给我一个拥抱？喂，臭猴子，
你也不知道给我打电话是不是？新生活的宏伟蓝图怎么样了 ？Perfect, wonderful, excellent。啊，具体细节就不跟你说了，省得你啊羡慕嫉妒恨。你少跟我装蒜，我还不了解你。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告诉你，你必须得请我们几个到你家坐坐。啊？不是，你想洗劫我家呀？洗劫你家有什么意思啊？那我的意思不是得让嫂子，对不对？做2个好酒好菜，招待招待哥几个吗？我的天哪，你不是吧？为了吃顿饭，连嫂子这个词儿都叫出来了？那必须的，这嘴必须甜啊！啊！我跟你说真的，那磊子和超哥，对不对？一个出国，一个去北京了。再不聚，咱就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着面了。行，那我回头问问你嫂子。好嘞，咱就这么说定了啊！哎，你等会儿。那就咱4个男的多没意思啊，对不对？你得让嫂子把她那帮朋友都叫出来啊，要不然我们几个一晚上净看你俩撒狗粮，我们1年都不用吃饭了。行行，没问题，没问题。说定了啊！啊，够了啊！周末赵玉环他们想来咱那儿聚聚，要不你把你们宿舍那几个叫上。哎呀，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切吧。哎，没事，我可以的。哎，你这样切会切到手的。哎，没事。你慢点。哎呦，你看嘛。我给你拿创可贴啊。我是不是有点打扰你们了？啊，没有，他手切坏了。我来的真是刚刚好啊。当当当当，你最爱吃的香干，一直都是啊。嘿嘿，哎，第一次来，回去走正门。哎，这地儿还真不错啊，有点意思吧？可以啊。哎，我说你们3个能不能懂点事儿啊？知道什么叫天宅吗？你们就好意思空手了？你沈大少爷、家大业大，还差我们这点东西吗？我差我老差了。那个看好什么，咱一会儿带走啊。哎，你们女生宿舍其他人呢？怎么就魏彤一个呀？新辉今天得工作。哦，对呀，就魏彤一个人，多没意思。哎，吴倩倩呢？倩倩，我好久没跟她联系了。哇，这么多菜！可以了，不用再炒了，再炒7、8个菜就够了啊。还有几个啊？马上好了。快来吧，快坐。等会儿再吃啊。别好意思。好了，我有啥不好意思的？你挨着我不好意思啊？你给我起来。好意思吗？不是你插着一会儿吗？你谢谢。我跟你说，今儿不醉不归。来，走一个，走一个。来，大口啊。我先说2句啊。首先呢，庆祝咱们大学毕业，祝在座的各位啊前程似锦。好官帽，学生会主席。接着，我们要祝猴子跟严小晨，恭喜他俩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灵魂伴侣。我代表在座的各位啊，祝你们啊从今往后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好来，好，1、2、3，嫂子好。哎呦我的天哪！那个小陈啊，那个什么，
长嫂如母，我提一句啊，那个来母亲，别闹别闹，那个之前我有很多做的不对的地方，希望你们不要怪罪我。以后他俩不在上海了，我在，有什么事跟我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好不好？敬你一杯，上伟啊，来。你俩干嘛？少喝点。哇，厉害厉害！啊，来，是我们的青春。来，一起走一个。他们喝开心了。哎，你知道吗？我在网上看到，就是有人说，大学毕业以后啊，同学之间就会走得越来越远了，因为毕竟大家都有了新的交际圈子，联系你只有2种方式，一种就是要结婚了，要多收一点份子钱，哎，找你去了；再一种就是他转行当了微商，然后要卖东西给你。也太现实、太无聊了吧？对呀。不过你放心，我不是这种人。就正因为你跟普通人不太一样，所以你今天能来，我还挺开心的。为什么呀？我哪儿不一样？你呢？你是那种看上去呆呆木木的，但是接触下来啊，我发现你这人特别有意思。然后呢？你是属于那种表面上对八卦毫不感兴趣，但是只要你有你感兴趣的点，你那个嗅觉敏锐度啊，可比100个刘星辉都厉害。所以我觉得你是个内外反差很大的人。严小晨，我之前怎么没发现呢？原来你除了赚钱和谈恋爱之外，其实你对周围也是观察细致入微的哈。那你既然这么了解我，你为什么还觉得我不会来啊？这之间有什么必然关系吗？因为我对你感兴趣。你得了吧，我有沈恒，真是。我就是什么啊？对你谈恋爱感兴趣，过来围观一下。你对我谈恋爱感兴趣？那你还不如回去多看点偶像剧呢。一转眼啊，大学4年就过去了。是啊，这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就缺个姑娘，我操！你个宅男不配拥有爱情。大家都是狗，何必狗咬狗？你才是狗。谁呢？咱们雨辰在追求爱情的路上还屡战屡败呢。我屡战屡胜吗？你连战都没战过，你遗不遗憾？你厉害，我那是不轻易出手。我要是一出手，姑娘全下走。我见过谈恋爱特别傻的，特别嗲的，但我没见过你这样的。我怎么了？像变了一个人。我哪儿变了？我一没整容，然后再一个我穿的也跟原来都一样的。但就是变了一个人，从苦大仇深，然后变得朝气蓬勃。你经历了多少个涨停板？哎呀，我原来确实是因为心里压了太多的事儿，活得比较累。明明刚20出头，就感觉生活看不到希望。但是，直到谈了恋爱，有了沈恒出现，你知道吗？只要我一不开心，他就会来哄你，而且会让你特别快乐。他就像一束光，照亮了你的世界，你懂这种感觉吗？我懂，真酸啊！哎，你们俩聊什么呢？快下来呀！你这大学4年怎么也不谈恋爱啊？我就那个样子嘛，再做2年乖乖的学生，然后哎，你不忙的时候可以来找我玩，反正我平时也挺闲的。别岔开话题，我跟你说啊，大学期间谈恋爱
至少也算一种值得尝试的人生体验吧。我觉得赵宇环跟卞文超他们虽然人看上去呆呆傻傻的，但是人挺好的。你对他们没感觉吗？我傻呀我。哎，雨辰，问你个事儿啊，你是不是看上魏腾了？你们在聊什么？啊，我的择偶标准啊，必须矮、肤白、貌美，还有大长腿。我能有那么 low 吗？真是。哎，别管了，别管了，他喝多了。唉，时间过得真快，从今儿晚上开始起，咱们以后都要各奔东西了。超和磊磊，你们一个北漂，一个马漂，以后记得多回来看看我们。必须的。马漂是什么？马票就是去马来西亚，这你都不懂，还学霸呢。你看看你室友，你再看看你，我怎么了？我也帅气且优秀啊。人家都奔前程了，你奔什么了你？我奔向世界顶级赛车手，舒马赫就是我的模板。打住，刹车了，刹车上天了，上天了，驾啊！事在人为，你好自为之啊！你等我拿冠军呢，拿冠军那性命挨个刺你们。来，快点！来，咱们啊，不管奔向哪里，咱们的未来都是星辰大海。必须的，必须的。我到量了，后头我到量了。哎，雨辰，不至于吧？其实，大学毕业是一种气氛，因为再也不能说开学见，而弥漫着一种对未知的不安。在这样的不安里，因为有沈侯，我很心安。人生中的这一章节已经写完，沈侯这道阳光，在大学的第一章破云而出，至今闪耀我的此时此刻。爸，我想陪着他，去经历未来的星辰大海。遇见是冥冥中的，爱是偶然的，选择都是自己的。回忆想做还想有，关乎着我还要继续吗？幸福吗？100首情歌唱着不快乐，而你还来那么甜啊！你来到我的温暖星球，渐渐散热，又渐渐温热，像在愈合。命运用荆棘串起了你和我，让每个拥抱残忍到放不得。那些自尊换的青春，已经算如愿了。辞别经历了，不能再失去你了。会过去的。没那么高调啊，非得挤什么公交车呀？山路芙蓉江路到了，请下车，开门请当心。哎，走走，结果哎，就这儿，就这儿。哎，哎，
其实这样也挺好。明天我们继续坐公交车吧。哎，你有没有觉得我这样男友力爆棚啊？爆。跟你说，绝对到不了。那你扶稳了啊。把我放心吧扶稳了。交给我了，好，扶住我就行。 15，没站稳，刹太猛了。好。说实话，要么咱们在公司楼下租个房子吧，实在太折腾了。公司楼下多贵啊！不贵啊，最多也就贵个1、2千吧。 1、2千不是钱。举报邮件的发件人我查出来了，谁啊？你的那个小老乡严小晨和他的同学吴倩倩的关系怎么样？你告诉那帮老外不可能，什么好事都让他们给占了。这批货有的是人跟咱们谈，不要拉倒。又不是什么大公司，要我们求着他呀，让他们滚蛋。朱总，进来。朱总，文件已经复印好了。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同事有需要帮忙的去帮一下，大家午餐定一下。哎，给您。哎，小肖，你有什么需要帮你的吗？你问我需不需要帮忙，是不是在你眼里我个人能力不够啊？你要个人能力够的话，你也不会在意别人怎么说嘛。朱总让我帮大家订中午饭，你们有什么想吃的就跟我说啊。那怎么好意思呢？我的工作嘛。那我想吃米线，多加豆腐丝啊。米线多加豆腐丝是吧？我要牛肉饭，只要牛肉不要饭。哎，我要楼下那个陕西凉皮啊，给我多放点辣和醋。对了，我最近在减肥，所以你跟他说给我少放点黄瓜，多放点凉皮啊。少放黄瓜，多放凉皮。你应该是少放凉皮，多放黄瓜吧？我那个麻辣香锅加个米饭。麻辣香锅加米饭是吧？好，哎，师傅，然后我要牛肉面，不要辣椒。牛肉面不要辣椒。好。我来个鱼香肉丝盖浇饭。什么东西？鱼香肉丝盖浇饭。鱼香肉丝盖浇饭，好嘞。哎，公司公布了去美国实习生的名单，已经发到公司内网。这么快吗？对啊。哎，倩倩，你不看看有没有自己的名字吗？是啊，倩倩，这样我们一起看，拿你手机看。对，就拿你的看吧。哪呢？哎，倩倩，我这儿有份文件，请您过目一下。部长。啊，倩倩，我正好找你呢。你先去忙，一会儿再说啊。部长，我有个事要问你。我正式的通知你，你被开除了。为什么呀？我要求公司给我个解释。具体的原因我也不清楚，只知道是上层的意思。上层？上层谁啊？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我能告诉你的就这么多，虽然很遗憾，但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陆总好。陆总，我要求知道我被开除的原因。品行不端。怎么这样？发生什么了？发生什么事儿啊？行了，都没事儿干了，回去工作。
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我能告诉你的就这么多。如果你也能让陆总对你有特殊的关照，那么我相信高分数和去美国的机会，同样也会是你的。好的，刘总，伯利是你的客户，我一定会让你的客户宾至如归的。大家听我说，打仗的时候到了，英国伯利公司的客户就要到了，这是一场硬仗，我们一定要拿下这个客户，签订这份合同，听明白了吗？明白了。那谁，刘总不是说你英文很好吗？下午去接一下客户，这些客户很重要，一定让他们宾至如归。哦，好。哎，你去哪儿啊？我去机场接人。那我陪你一块儿去。哎呀，你部门不忙吗？暂时不忙。那不行，你回去上班。回去，晚上见。哎，等一下。接人怎么得有个举牌的东西嘛，对吧？谢谢。哎呀，人太多了。拜拜。好好工作啊。看什么看？求助，外籍客户上海2日游，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吗？游览个故居吧，或者说是世博会的中国馆呢？美术馆、和平饭店爵士吧、逸夫舞台。喂，是要招待国外的客户吗？对，我刚才查了一下，你给我推荐的这2个地方都不太好定位置，也不好订票啊。很重要的客户吗？是的。你才刚进公司，就把这么重要的客户交给你啊？我就负责接待，毕竟接待也是拿下合同的第一步嘛。理解正确。什么时候开始啊？今天晚餐，还有晚餐之后的活动，还有明天1天。这么急啊？那美术馆肯定是来不及了。我可以帮你要到明天逸夫舞台越剧的票。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把美术馆和越剧安排到明天，今天可以去和平饭店听爵士。我有个朋友是那里的 VIP， 可以帮你要到不错的位置。你们总共几个人？我们4个人。好，晚饭的话，我一会儿回给你。好。喂。喂，吃饭的地方我也帮你定好了，一会儿地址发给你。啊，那家餐厅是不是很贵啊？反正沈家付得起钱。今天的事情很突然，我可以临时帮你出一个方案。但如果以后你长期负责接待工作的话，这些基本社交是避免不了的。记住啊，你要掌握上海的吃喝玩乐，陪客户吃好喝好也是工作的一部分。你心里一定要有 Plan B 甚至 Plan C。记住，不打没有把握的仗。好的，谢谢。怎么了？没事，我就是觉得你好像什么事情都能搞得定一样。要真有那么神奇就好了。哎，陈总。好，我挂了，先忙吧。好，再见。哎，陈总，哎，这里，王总，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嗨。
Hi, nice to meet you. Hi, how are you? Hello, I'm the staff of Shenzi Okay. Company who receives you. Okay. You can call me Olivia. Olivia. Okay. 祝你好。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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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t's okay. It's Follow okay. me, please. 小心台阶。 Thank you. Be careful. 小郑，我们是不是做错地方了没有。 ？Really? Yep. Oh. Wow. Amazing. Nice, huh? 这边请。这边请坐。 Thank you. Thank you. 请稍后。谢谢。哎，你好，给我刀和叉。好的，谢谢。 Oh my God. No, You can use it. I can't. Oh, thank you very much. Sorry, this is. Thank you. This is a very famous restaurant. Really? Yeah. You have to order at least half a month in advance. Wow, how you do this? It's a secret. Ah. Taste this. Tofu. Mmm. 请慢用。 Oh, looks good. Oh, sorry. Not for someone with the diabetes. No problem. I will try. Mmm. Delicious. Wow. You're now visiting the Bound, which is about 1.5 kilometers in length. This is a landmark of Shanghai. The left is the Guangpu River, and the Bound is across the river. Amazing. It is Pudong Lujiazui. It is Shanghai's financial district. Wow. The styles are very different, and they're built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y're called the International Building Expo Group. They're important historical sites and representative building in modern China. Classic buildings look great. Every New Year's Eve, a light show is held here. Lily, what's wrong? My heart. I feel Heart? not really well. What? Yeah. Oh my God. Lily? I have a medicine for heart. If you Yeah, need give me, please. Here, take this. one piece. 我们去最近的国际医院，师傅。好。病人36岁，心脏病史8年，5年前刚刚做过心脏瓣膜修复手术，刚才在8点15的时候有心率过快，吃了速效救心丸，现在情况有所缓解。好的，我知道了，先去找护士办理手续。 OK，好，谢谢。I need Lily's passport. Okay, don't worry. Trust the doctor. Okay. Sure. Yeah. 哎，你好，小费。你好，5700。谢谢。 Hey, Lily's passport. Take it easy. It is all already down. 好，先生，谢谢 Thank you so much. How do you know Lily's clinical history? You're our customers, so I must remember the needs and medical history of you to make sure everything goes well. I'm really satisfied with your company service, really. Thank you. 别担心，已经没事了，但是需要多休息，再住院观察1天吧。哦，好的，好的，好，好谢谢您。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She just need to have a rest.
喂，喂，哎，听司机说伯利的客户突发心脏病了。对，但是我现在都解决了。那你还在医院吗？啊，是累坏了，要不要我去接你啊？啊，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打车回来就行了。你等我啊。可惜你说的太迟了。啊？怎么样？好久没见到他，是不是觉得他特别帅？还是我小时候比较帅。还是我媳妇儿会说话？上车。OK， 拜。朱总，进来。哦，你来的正好。刚才伯利的哥们打来电话，要求你继续接待他们。这样，一会儿你去买束花，趁他们还对你有好感，把我们的设计稿带去，好好推荐一下，让他们尽快跟我们签合约，明白了吗？啊，好，没问题。明白了还不快去？朱总，这是昨天晚上的医药费，交给小肖，财务会给你包的。哦，那这买花的钱，你这人。不好意思啊。I'm sorry, I may can be able on the meeting next week. Do you have any suggestion for this fashion design? I hope this clothes is simpler, more atmospheric, with international fashion elements. I know, but Zoe was always Chinese design. If this time not change anything, we can't renew the contract anymore. 您好，能一会儿麻烦您帮我把这束花送给1012病床的病人吗？啊，行，那可以，没事。啊，好的，谢谢啊，没事。喂，朱总。设计稿送到了。啊，还没有。那你还不快点去送？是这样的，朱总，我刚才在送设计稿的时候，无意间听到伯利那边的对话，他们说，如果我们这次的设计稿还是中国风设计的话，他们就不和我们再续约了。朱总啊，我知道这次的设计师是卓源，我这儿也有他的地址。如果我现在去拜访他，我请他再重新修改一下设计稿，可不可以？严小晨，你别胡闹了，下周就要续签会了，还有不到1周的时间，你觉得能修改得过来吗？而且卓源的脾气很怪，我们都搞不定，你觉得为什么你能搞定呢？不是，如果这样下去，他们不会跟我们再续约的。我现在趁还来得及，我去找卓源试试，可以吗？行，你想去就去吧，但是我告诉你，以卓源的脾气，能跟我们公司合作到现在，已经是我们极力维护的结果。如果你这次搞砸了，你就别想在公司待下去了，直接给我滚蛋！沈侯只是为你打开了一扇门，是否可以在深思立足，还是要看你自己的能力。难道你不觉得这是你证明自己的绝佳机会吗？喂。哦，喂，刘总，有件事我想跟您汇报一下。这个事儿可能需要侯总亲自出面才能解决。
你好，周先生，你好。啊！老孙，老孙，老孙，老孙跑哪儿去了？你好，您是卓越先生吗？哦，你是？哦，我是 Zoe 的国际贸易部工作人员。老孙，老孙。卓先生，是这样的，您这次的设计稿呢是要和英国博利公司一起联合制衣。我知道您一直都是做的中国风元素的设计，而且在国内广受好评，大家都非常喜欢。但是这次博利公司呢，跟您的设计理念稍微有一点点出入，他们想要再偏国际化一些，所以我就过来找您看看，能不能咱们从中间找个平衡点。想让我修改我的设计方案，是不是？不可以的。侯月珍一开始找我合作的时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设计自主权是我的，你们修改一丝一毫我都不接受的，不可以接受的。可是，没什么事儿，你现在可以走了。我这儿很少来外人，因为你在这待时间长了，我怕惊吓着我的老孙。老孙，老孙跑哪儿去了？老孙。早安。好，早。严小晨，刘总早。过来一下。朱总，您找我有事儿吗？小严啊，你昨天是不是自己去找卓源了？但是卓先生他还是没有同意修改设计稿，我打算今天再去一次。你可千万别！你知不知道今天早上，卓源直接给公司打电话，专门投诉你。投诉我？为什么呀？为什么？因为你把他家猫给吓丢了。啊？严小晨啊，你刚来公司，还不了解情况。这个卓源，几年前老婆突然去世了，只留下一只养了10几年的老猫。他叫老孙，他和他老婆这么多年没有要孩子，这几年一直是这只老猫陪着他生活，这几乎算是他唯一的伴儿。结果你这么一去，你把猫给吓着了，从你走后，猫就找不见了，跑丢了。我昨天去的时候确实是有一只猫，但是它看见我它就跑了，我以为它是躲起来了。这下好了，别说修改设计稿了，人家不直接跟我们解约就不错。杨小晨，我说过什么你还记得吗？如果你这次搞砸了，你就别想在公司待下去了，直接给我滚蛋！对不起，刘总，对不起，朱总，我知道这次是我做错了，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尽力去挽回，好吗？你怎么挽回呀？你还嫌自己惹的事不够大吗？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还能再做什么比这个更糟糕的事儿吗？小袁，朱总啊，对待新人，我们应该宽容一些。这样吧，小严，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这次你再补救不了的话，请你离开公司。谢谢刘总，谢谢朱总。侯总那边，你说了吗？这么大个事儿，我敢不说吗？他什么意思？把猫给吓丢了，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哎，你说在这附近真的能找到那只猫吗？啊，刘总说卓源养那只猫养了10几年，一只老猫，它肯定很恋家，不会走远的吧？恋家为什么还要偷跑啊？哎，你说他是不是发情了？公的母的？我刚才就应该在买猫罐头的时候抱一只异性过来引诱引诱它。我哪知道它是公的还是母的？而再说了，猫的1岁就相当于人的15岁，一只10几年的老猫，不就是个100岁老人？还会发情？来，给我点罐头。猫是绝对抗拒不了这个罐头的吸引，咱俩分头行动，如果找到的话就打电话汇合，好不好？没问题。啊，来吧。你去那儿，我去那儿。好。先生，这儿找到啦！啊，你看，是不是这只？我看看，这品种对，颜色也差不多，但是它的那只好像比这个胖哎。啊？不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我跟你说实话吧，它呢其实就缺个伴儿，而且它丢了，我们陪它一只不就完了吗？再说了，你不试试看，你怎么知道不行呢？试试看。你们俩什么事儿啊？哎，喂，您好，那个听说您家昨天丢了只猫，是不是这只？嗨，是不是它？这也不是老孙。哎，不是你，再找找吧。走吧，先把它放掉。喵喵，好。哎，小张，你确定就是这只吗？应该是吧，挺胖的。你叫它。老孙，它也不理你啊。啊，不管了，先开始试试吧。又干嘛呀？周先生，您看看这只是不是？你把它转过来，我看看。哎，转过来。啊。这算什么特征？不对，那个老孙后脖子有个黑点儿，这个没有，这不是老孙。黑点儿。哎呀，好麻烦呀，还不是你。不是，你别泄气啊。哎，要不，咱在它后背点黑点。哎呀，你快别胡说八道了，继续找吧。哎，不，天快黑了，咱明天再找吧。不行，必须今天找到。走。哎，等会儿。你手怎么了？没事。怎么就没事了？你手都这样了，走，先打疫苗去。哎呀，不打！我都是，你看。啊！就是他！不是吧？这不是刚才那只吗？你看他脖子后面。你那儿还有猫罐头吗？还有。快去拿！就剩一个了。
就剩一个，给他，打开。嗨，来，孙子，老孙，孙子，老孙，老孙儿，老孙，老孙，这是猫罐头，老孙儿，靠近点。哎，你说他为什么不过来？你看他这脾气，是不是跟那个卓源一模一样？那肯定就是他。卓源那么喜欢他，肯定天天好吃好喝的供着呗。他能稀罕你这猫罐头？不好使。等会儿。你干嘛？看我啊。抓呀！他会不会跑了？喵。喵。喵。我给我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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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啊！你们怎么又来了？哎，哥们，来，这个你看啊。猫呢？我是给你找回来了，看清楚了，来，来。后脖子这儿，这袋子滚在这儿了吧？哈哈，还真是老孙。那行了，老孙你进来吧。哎，我来，我来，快！行了，没你们什么事了，你们可以走了。我不但花了几个小时辛辛苦苦帮你找猫，你连个谢谢都不说呗？哦，还有，你看，你看清楚啊，我女朋友，这都是被猫挠的。就是为了帮你找猫。哎呀，真是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谢谢你们俩，谢谢你们俩。可是这猫是你们自愿给我找的，我并没有要求你们帮助我，是不是？再说了，我也没说找着猫之后我会答应你们什么事儿，是吧？啊，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我去。啊，你干嘛？你下来！你别管我，我跟你说，我今天必须得给他说清楚了。你开门，开门，不开门我进去了啊，我翻进去了。你站稳了。哦，我明白了，你根本就是在故意耍我们，对不对？你的猫根本不会丢，你养了它10几年，它要是丢的话，你能这么安稳在家坐着吗？我看你啊，根本就是不想改设计稿。行，行，去走。下来吧你。我告诉你啊，我觉得这个情况，我必须得跟我妈说一声。你呢？不想合作，大不了就不合作嘛。我们深思根本就不缺你这单生意。我觉得你呢，根本不是不想改，你呢就是江郎才尽了，改不出来。哦，门开了，门开了，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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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看那个激将法可以吧？你是侯月珍的儿子，是又怎么样？别生我的气，我就是这么个倔老头儿。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你也坐。你知道你妈妈为什么不亲自来找我吗？因为我妈很忙。因为你妈知道，就算她亲自来了，她拿我也没辙。我们俩这么多年就是这个关系。不过你们俩人这个执着的劲儿，倒是让我很钦佩。那我就不兜圈子了。
你回去跟你妈说，我不缺钱，设计也不是为了钱，我更不在乎那个深思集团是不是要继续和我合作，不用拿它来说事儿。那聊什么？咱走吧。周先生，我看得出来您有很多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您夫人，这些都是您对她的爱。其实您让我想到了我父亲。我父亲是个手艺人，他是个木匠。我很小的时候，他就经常给我和我妈妈做一些物件，这些东西也都是源自于他对我们的爱，所以我特别理解您。我知道，我们因为生意要求您修改您的设计方案，是个很为难的事情，也是个很不好的事情。所以我决定放弃了。不是小小，什么？你说你理解我，其实你们还没有到能理解我的年龄。你们怎么能体会到一个朝夕与你相处的人突然离你而去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周先生，我为什么会说我特别理解您呢？因为我父亲在4年前因为一场意外也离世了。我曾经一度都沉浸在我父亲离世的痛苦中，我对生活都绝望了，对很多事情我都打不起精神，提不起兴趣来。可是人活着，生活就还是要继续呀。虽然我们背负着伤痛，可是依然要往前走，这样才会让在世界另一边的他们不担心。今天我们打扰您了，实在是抱歉。再见。不是，怎么？你膀子被猫抓了？